如果哪天突然爆出来一条新闻，说美国的太空部队与蜥蜴星人打了起来，我一点儿也不会感觉意外。而且我猜测，美军一定不止自己一个人上的，估计后面有天狼星人给他撑腰。当地球上的国家还在讨论第6代战机到底需不需要安装机炮，发动机需不需要支持短距垂直起降这类问题的时候，美国的研发部门主管偷偷地看一眼自己手边关于反重力飞行器的验证方案，轻蔑的一笑，深藏功与名。我讲的这一点儿也不骇人听闻，大家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搜索一下美军的 TR-3B， 看看就知道了。就算你不信，你也可以往前回忆回忆 F-22、F-117、SR-71哪个像地球上的东西？要不然美国最新的 AX-100和 AX-101战斗机发动机推力据说已经超过20吨了，是20吨，妥妥的再领先个10几年没有毛病。所以讲，在地球上讨论美国的军力，说实话有点欺负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了。但是美军到底现在强到什么地步，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大家好，我是火力军。今天这期视频有些地方可能会超过你的认知，请谨慎品尝。延续上期俄罗斯与北约 PK 那一期的传统，开始我先提出3个问题：第一，美国为何不再继续扩张土地？第二，美国装备究竟有多先进，数量有多庞大？最后一个问题，美国未来的战场在哪里？美国刚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只有80万平方公里，跟现在土耳其差不多，而且除了本土印第安人以外，基本上都是从英法等国家强制输送过来的高端人才。建国之初大家也不会干别的，就是种棉花玉米，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公民，有地种就有钱挣。说来也巧，美国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在13州宣布独立之后，日不落大英帝国坐不住了，恼羞成怒，挥兵讨伐。于是13州与法国胖揍了大英帝国，获得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最后就是向法国买点儿，向西班牙抢点儿，沙皇又送点儿，一来二去，美国国土面积直接翻了10倍之多。这群高端人才就这样向西和向南不断的圈地，圈着圈着，就有了美国现在的样子了。后来搞了工业革命，发现种棉花没有开工厂挣钱，于是便有了几个重要的大型的工业城市的出现，大家换身衣服就都变成企业家了。企业家多了，就需要有地方存钱，银行家就出现了。美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怎么赚钱怎么来，不然这几十年硅谷的一群大佬搞高科技，东海岸的银行家就跟着搞纳斯达克，有钱就是好办事，效率也高，工人不够就吸引全世界的年轻人去美国创业，后来就发展成美国 boss 去全世界开工厂，直到近年变成了向全世界输出专利和资本。于是钱开始生钱，作为后起之秀的西方国家，按照美国的实力，只要他愿意，北到加拿大，南到墨西哥，尤其是长期以来敌对的小古巴，通通都能纳入自家后花园。不过二战以后，领土扩张成本太高，对于美国来说，占领领土还是为了获得原料和消费市场，只想要最精华的部分，而不是土地。但这种方式耗时耗力，投入大，收益小，精打细算的企业家们自然是不愿意了。扯得有点远，但这些确实跟美国的军力有直接的关系。技术、生产能力与资金构成了军力强大的所有要素，强大的经济基础成为了军事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作为全球军事最大 BOSS， 美国每年军费都要7、8千亿美元，绝对的超级氪金玩家。现役装备不用说了，种类齐全，量大质优，高精尖荟萃，海陆空那可都是妥妥的世界 No.1。即便是退役封存的装备，也是阵容强大，随便拿出来一点存货都能武装一个军事强国。这也是为啥美国能够独占鳌头。就简单举一下海军的例子，在二战中，从1942年起，美国共建造了147艘各型航母，其中人称饺子级的艾塞克斯级主力航母就建造了24艘，而当时的英国只有10艘，日本更是仅有6艘。仅凭这一股子的强大生产力，美国在3年多的时间内就把日本海军打成了海底观光团。想想那时候其他国家大多数还处于一清二白，穷得叮当响。二战以后，美国大部分装备也直接拆解，或者向友好盟邦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只有数量不多的装备进行了封存，但即便这一批被封存的装备，也能分分钟装备出另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
虽说目前美国大型装备下水速度慢下来了，像数年一艘核动力航母或者核动力潜艇，一年几百架战斗机，但这对于现如今来说都是最高精尖的装备了。现代军事装备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二战时期了。从二战时期算起，航母至少已经向前推进了4代。就算欧美造船业不出现萎缩，倾尽全力也没办法像二战速度建造现代化的军舰了。但是反过来说，一艘现代化航母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干翻一个二战时期的航母特混舰队。再说了，现在美国处于和平时期，大量下水军舰不是劳民伤财吗？目前美国航母建造都是由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来负责。最近这个造船厂迎来了大动作，公开宣布要全力打造6艘航母，其中2艘是福特级航母。拿美军军力跟其他国家对比，却是欺负人。海军现役11艘核动力航母，而现在全球现役航母加起来也才21艘，这其中还有几艘3-5万吨排水量的，甚至是1万吨的。火力军想问问，这1万吨的还能算得上航母吗？事实上，航母本身是没有战斗力的，整个航母打击群的战斗力主要集中在航母编队中的其他打手，像驱逐舰、核潜艇、舰载机以及攻击舰等，提供防空、反舰与反潜等多种作战能力的任务，一般都是交给驱逐舰与巡洋舰这2个小老弟。当然，舰载机对于一个航母打击群更加重要，这方面美国是一骑绝尘呐，拥有的舰载机种类与数量都是最多的，装备了 FA-18、F-35B、F-35C 3种舰载战斗机，另外还有打下手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E-2CD 鹰眼预警机、C-2 灰狗固定翼运输机等。仅算舰载战斗机，美国海军共拥有1000余架在役，包括最新研发的 F-35C 第5代舰载机，目前已经在卡尔文森号等航母上大量列装。即便是一直拥有深蓝海军梦的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到现在也没能建好一艘新航母，唯一一艘库兹涅佐夫号还在地中海冒着黑烟，无力维修，舰载机也只有寥寥50架苏33，深蓝海军梦越来越远了。中国也只有为数不多的歼15而已，至于其他国家那就更别提了。这里提问一下，世界第1空军是美国空军，世界第2空军是哪个？答案是美国海军。光看这舰载机数量跟品质就一清二楚了，其他国家早就看不到美国尾灯了。光这些舰载机都能帮美国横扫几乎所有空军了，这样一支航母打击群走出去，路过的虎鲸都要挨一巴掌。美国就是世界最靓的仔，其他国家不值一赛。战斗机这块差距就更大了，中俄5代机还没有形成战力，美国就准备退役 F-22，还不是因为 F-22太强大了吗？前面火力军有单独讲 F-22，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频道观看，这就是差距。你们随意，我无敌。F-22所采用的2台 F-119涡扇引擎，最大推力是18吨。推重比达到了惊人的10，无需加力即可实现1.7马赫的超音速巡航，具有非常规的短程起降能力。要知道20年前美国就用上了，当时俄罗斯刚刚用上的 AL-31F 发动机，最大推力只有14吨左右。即便是现在苏57所采用的 AL-41F1，最大推力依旧达不到 F119的18吨。而当时的中国自研发动机 FWS-10也才刚刚开始而已。而现在已经到了2022年，歼20依旧没有能用上 FWS-15，F-35上用的 F-135发动机实力更强，别的国家还没赶上 F-119，美国就又升级了，18吨推力到20吨，这下又不小心再次领先。所以说，无敌的美国发动机也只有美国能打败，俄罗斯还有点追上的渺茫机会。至于中国，20-30年差距吧。在高精尖这方面，美国只要下手研究，那就基本领先其他国家30-50年了。在直升机这方面差距更加明显，世界直升机数量都是由美国撑着呢。现有军用直升机直接占了全球1半的数量，大约9000架，这还怎么玩？新手号再牛也没办法挑战满级大佬号吧。排第2的就是俄罗斯，装备了3560架，而中国只有1500架。白头鹰环视了一周，发现拿着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单兵装备方面，美国同样是相当豪华，头盔、防弹衣、战斗服、军靴、手套、护目镜，该有的都配上。
仅此2项的花费就要达到3500美元左右。美军身上各类的电子信息化装备更是全球领先，夜视仪的价格达到了4000美元。军用平板电脑1万美元，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花销，算起来都要几万美金了。一辆相当不错的车穿在身上了，这还是美国普通大兵。如果是特种部队的士兵，装备将会更多，例如单兵电台、单兵激光测距仪、瞄准器等。对于一名特种士兵来说，单兵装备全部凑起来至少需要20万美元。这么多钱买一辆豪华轿车也足够了。这些美国特种兵估计牙齿都是防弹的。美国军事实力训练基地都是来自实战实验。2战以来，美军是世界上作战经验最多的国家了。实弹训练不但繁多，还非常贴合实战经验。要么拉着北约一起玩射击比赛，要么拉上澳洲小弟翱翔太平洋，每2年1度的环太平军演，拉着众多盟友一起消耗库存弹药，给新装备腾地方。演习中，美军每次都提供退役大型军舰作为实弹射击目标，验证手里家伙事儿可不可靠。当然了，演习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是局部战争。有人统计过，美国从诞生到现在只有10几年没有打仗。要说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海湾战争，让人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高科技战争，以绝对实力将传统战争观念碾压个稀碎。白头鹰只是震动了一下翅膀，就把中东强国锤烂了。为什么火力军要拿海湾战争来说呢？是因为这是一场从传统战争向现代化战争跨越的典型。就在白头鹰收尾与毛熊冷战的时刻，中东那边开始搞事情了。面对着突然转变的形势，还没等战争爆发，白头鹰的海军便完成了导弹、舰载机、战舰等战备，瞬间就让中东伊拉克倍感压力。短短4个月时间，白头鹰50多万士兵、1200万吨粮食以及2000多辆主战的坦克都被运送到了第一线，表现出超强战略投送能力以及强大后勤保障能力。同时，这是自从2战结束之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军事运输。放到现在来说，估计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吧。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伊拉克拥有整个中东地区最为庞大、完整和现代化的综合防空体系。伊拉克曾自称世界第4军事强国。多国部队发起了代号“沙漠风暴”的空中打击行动。开战前，美军就利用电子信息武器切断伊拉克的通讯，先扒了你的网线，看你怎么狂。就这样，伊拉克各个部队失去联系，就像无头苍蝇一般。这样一来，训练有素的美军就开始直接横扫伊拉克，再加上美军武器装备对上伊拉克军队还拥有着代差班优势。伊拉克使用的飞毛腿导弹已经是俄罗斯淘汰的武器，大多数都是美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美军的隐形轰炸机更是让伊拉克的雷达变成了瞎子。在夺取中东制空权后，美军空中力量就撸起袖子，对着伊拉克地面部队发挥出毁灭性打击能力。能上天的战斗机都飞到伊拉克上空，直接一波狂轰乱炸。美军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去摧毁伊军的坦克和装甲车辆。伊拉克空军在加固掩体被击破后，更是组织战机大规模逃往曾经的敌国伊朗。美国几轮饱和轰炸以后，伊拉克就只剩下断壁残垣，战斗力几乎归零了，只能躲在地下防御工事苟延残喘。海湾战争持续40天左右，让全世界见识到白头鹰的强大与科技的重要性。在高科技武器面前，传统武器显得不堪一击。40多天的战争中，绝大多数时间是美军对伊拉克的空袭，地面战争只有100多个小时。在美军出兵前，预计会使用到1.5万个裹尸袋，但是战争结束后才用了150个不到，其中有35人还是被英国军队的炮火所伤。海湾战争或许可以看作2种战争观念的较量，是现代战争和传统战争的分界线。萨达姆从越南战争观念出发，认为庞大的陆军和一体化地面防空系统可以抵御优势的空中力量，但美军采用全新的防空压制战术，在1天之内瘫痪伊军的 KARI 战略防空体系，运用精确制导武器对伊军地面部队发动了效率前所未有的打击，最终将战区43个师的伊军部队摧垮。海湾战争以美国联军碾压式整理结束，美国几乎没有付出多大代价。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损失最大的估计也就是那些库存弹药了吧，并且还让世界看到了美国稍微露出来的一些实力。实战是检验一个国家军力最直接、最迅速的方法。
多国演习10次也不如实战1次。就像俄罗斯此前也多次进行演习，但这次俄乌冲突实战好像让世界看到了俄罗斯真正的实力。说实话，在火力军看来，这次俄罗斯很漏气，甚至给我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在独立战争后，美国就一直偏于一隅，再也没有遭到其他国家侵略。北边的加拿大是美国铁杆小弟，由同在北约和五眼联盟中，中南美洲的小国家也没办法威胁到美国，而美国一些潜在敌人都在其他大陆，这就给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天然条件。强大的经济实力赋予美国更多的军费，看到一些国家有追赶的迹象，美国就赶紧向国会老爷批预算。就在今年3月份，美国就向国会提交了2023财年预算案，国防开支高达8133亿美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军费预算。根据美国历年制定预算的规律，8133亿美元绝对不是最终数字，这个数值已经超过全球军力第2至第10国家的总和，甚至还远远不止。有钱、有技术，又有人，其他国家拿什么跟美国比？除非美国自己玩脱，那么白头鹰已经有了这么强大的实力，在地球上打打小仗，充其量也是仅仅刷个小副本。其他国家在白头鹰眼里就是小鸡仔，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军事呢？在火力军看来，美国的目光已经不在地面了，而是太空。就像前几天所开的 UFO 听证会，美国现在更注重的是太空军，开辟太空战场。这个是美国最年轻的兵种，仅仅成立2年多，从空军中分离出来，也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独立太空部队。与美国最早提出太空军的时候相比，现在的美国已经有了明确的太空战略与清晰的政策走向。你不会真以为上世纪的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真的是一个谎言吧？如今的星链计划，谁敢说不是星球大战计划的延续呢？也难怪有俄罗斯专家称，太空战的阴影正悄悄向我们走来。太空军是美国军种中规模最小的一个，目前现役只有5000人。不过这群人手里可是掌握着不少东西，装备了至少77套至关重要的航天器，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导弹预警系统、太空监视、通信等各类军用卫星和神秘的 X-37太空飞机。部分人员、雷达和地面工作站分布在世界数个基地。美国高新技术可都在这群人手里，而且都是些未曾曝光的。美国的全球战略也越来越倚重太空，无论侦察、监控、数据传输和武器引导，都离不开太空军的配合。太空没有疆界，任何国家都有施展的空间。尖端军事角力早已拓展到太空，太空战才是各国最终角逐的战场。再往后发展，也有可能是太阳系保卫战。美国多个军种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军力，每一个军种的优势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世界第1的军事力量，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盟友，确保了美国拥有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全球优势，得以充分实施全球军事战略。美军拥有技术先进和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满足了高度机动和全球打击能力的需要，能够迅速应对热点地区争端。而现在美国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地上的小打小闹了，白头鹰的军事实力绝非火力军寥寥数语就能够讲得完的，谁知道这只鹰背地里藏了几只爪子？就目前来说，没人能看得透它的上限。或许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就已经不在这只鹰的眼中了。若是美国直接参与俄乌冲突，你们觉得俄罗斯能坚持几个回合呢？我是火力军，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有片面的地方，欢迎不吝赐教，咱们下期再见。